我本不相信神明，直到看到了汉化组。悠悠的古洞口，有美人走成车，朗朗月色星空。说它是二次元圈人类之火，希望之光，丝毫不为过，甚至是最接近共产主义的职业。这是因为这群大神纯是为爱发电，他们是圈内最纯粹的人。最早主播总以为汉化就是把日文换成中文，这多大点事儿。直到后来才了解，我那点想法纯是吃完饭骂厨子，要饭吃还嫌饭凉。汉化组堪称二次元的文物修复大师，原漫画里的字全压在画面上，想换成中文，先得把原来的字一点点擦掉，缺了的线条、背景色块要照着原画的风格一笔一笔补回去，补到你完全看不出修改痕迹，再小心翼翼把中文嵌进去。遇到玩谐音梗双关的台词更麻烦，硬翻没人看得懂，那本土化改了又怕失了原味，很多组甚至会专门在页边加一个小注释，就是为了你看的时候不用思考 get 到作者的意思。而偏偏干这一切的人全是最不需要看汉化的人，人家能直接啃生肉，日语水平啃原版漫画，玩原版游戏毫无压力。本来关起门来是自己看得爽的不行，偏偏要凑在一起用爱发电，自掏腰包买图源，买原版杂志，熬夜翻台词修图片，租服务器传资源的钱全靠群友凑，没广告没付费群不开打赏，那别说是赚钱了，经常是倒贴钱搭时间。你问他们图啥？真不图名不图利，就单纯觉得这作品好，想让更多的人看到。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前阵子被查的无邪气汉化组了。很多人刚听到消息以为是汉化组盈利被端了，结果真相一出来我人都傻了。帽子叔叔本来是在整治境外靠盗版漫画收费的黑心网站，顺着资源里的水印溯源找到了无邪气的国内成员。等核查完了，所有人都愣了。这个做了10几年的老牌汉化组账上是干干净净，所有作品全免费公开，连帽子叔叔都忍不住感慨，你们这帮聪明人怎么净干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儿？而更难崩的是，他们做的汉化被爬虫批量搬走，成了盗版网站赚取会员费的摇钱树，好处半分没捞到，锅倒是真没少背。最后虽然没立案没罚款，所有人都平安归来，但这个撑了10几年的组还是决定不再公开发布汉化作品。那我只能说神的陨落，这里肯定是有人想打抱不平，可事实上汉化组从诞生那天起就踩在灰色地带里，未经授权翻译传播作品，不管赚不赚钱，本质都是侵权，这是绕不开的事实。可也恰恰是这群游走在边界里的人，在正版引进还没普及的那些年，照亮了我们探索二次元的路。10几年前，国内能正版引进的动漫游戏少得可怜，大量冷门作品、小众题材根本等不到官方中文，是大大小小的汉化组把一部部作品翻译好，传到论坛、贴吧、网盘里，一群爱好者凑在一起，用业余时间啃完几十万字的文本。改代码做字库，把生肉做成了熟肉，免费递到你面前。很多人说官方翻译专业，可论接地气，民间汉化组永远有一手。遇到日式冷笑话，他们能改成我们听得懂的本土梗。组里有个东北成员，台词能翻出自带大碴子味儿，搞笑效果直接翻倍。对了，还有个异端，北魏孝文帝汉化组，这个哥们儿翻的是小篆，原因也很简单，起初人家翻的是繁体，结果被问候，然后改成了简体，又被想看繁体的人问候，索性急了，直接翻成小篆。真是绝了！可现在正版平台越来越多，再加上 AI 飞速发展，一键就能看高清正版番剧漫画，很多人早就忘了蹲汉化更新的日子，甚至有人觉得汉化组不就是盗版吗？可我始终觉得我们不该忘了这群人，他们不是什么高尚的圣人，也知道自己干的事儿有风险，就是凭着一口热爱撑着，没人要求他们这么做，也没人给他们发工资，就是因为喜欢，就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砸进去，让更多同好吃上一口热乎饭。当然，我不是要洗白侵权，版权的红线永远摆在那里。只是回望我们追番的青春里，确实有那么一群无名的人，用爱铺了很长一段路。他们的 ID 可能不会被很多人记住，甚至慢慢消失在正版化的浪潮里。但那些熬夜等更新的夜晚，那些看到精彩剧情时的惊喜，那些真实存在过的，下次翻到老漫画，看到页角那行小心翼翼的汉化组署名，别急着划走，心里说句谢谢吧。谢谢那群傻兮兮的用爱发电的人，曾给我们传递过那么滚烫的热爱。